在这个星球上，曾存在许多人类已知与未知的文明，他们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进步与进化。文明的毁灭与诞生是这游戏的一部分。如今，人类又快走到文明的关键点，极端气候的发生、AI 的快速发展、人口结构的改变，人类面对的只是更大游戏的一小部分。人类已逐步走向一的法则的进化版本。看看那些渐渐只剩空壳的宗教组织，那些渐渐觉醒却不知所措的人们。然而，有些真理与修炼如琥珀被保留了下来，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觉醒者。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这一集是第2季的最后一集，这集我们会把庄子的齐物论说完，用庄子的2个知名故事作为这季的结尾，也是该告一个段落了。第3季我们将来说说一的法则，这将不是以地球人的书籍来介绍修行与灵性的提升，而是以一个群高存有的复合体的代表，一的法则的谦卑使者拉，来以更宏观的角度介绍这个宇宙，还有我们目前存在的地球的状况。许多观念对于在地球修行人提升灵性都有很好的帮助，以一个没有地球的任何宗教色彩的语言来描述可能的真理。一的法则是一宇宙观，有太多内容了，阿吴再看看怎么把重要的概念用单元式的说明，让大家懂。至于第3季什么时候开播，阿吴只能尽力快一点了，快的话就1-2个月后吧，也许啦。让我们开始把庄子齐物论最后的奇幻说完吧。在齐物篇的前段，庄子把理论、概念与方法都说明后，接下来的篇章开始使用大量的故事情境来讲解，来表达他的思想与境界。所有伟大的智者都是很会讲故事的，因为道很难说出口，一说就错，所以不如用故事吧。当然说了故事又会衍生出一个故事各自解读的窘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齐物论的课程里，我们就以最后2个奇幻故事来收尾，这2个故事都非常有名，尤其是庄周梦蝶的故事，也许很多人会解读为庄子是在说人生如梦，梦如人生，这是对的，但这其实还有更深的洞见，而且这2个故事需要放在一起看才能完整表达庄子大大的意思。让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魍魉问影，魍魉指的是影子的边界、残影、模糊地带，也就是所谓的余影。魍魉问影子说，刚才你在走，现在你又停下来，刚才你坐着，现在你又站起来，你怎么会这么没有固定的操守与自主呢？影子回答说，我是依赖某些条件才会这样的吗？而我所依赖的那些条件，难道不也是依赖别的条件才成立的吗？我就像蛇脱皮、蝉生翅一样，哪里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又哪里知道为什么不会那样呢？这个故事自古有许多人解释其意义，很多人会从发问的魍魉追溯到影子后，再追到那个影子的主人，最后再追溯到那人的思想等等，然后解释这个故事是在说任何人的行为思想都是被更底层的控制等等，这样解释也可以。但阿吴想用更深入庄子思想的版本来解释。首先，这个故事的主角在于这个影子，所以阿吴并不会去再追溯到影子的主人。这个故事是在说，人总是在问我的命运是什么，就像故事中的魍魉一样。但庄子说，一旦你执着于命运是什么，你就已经站在魍魉的位置上了。就像人们总是会问，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有时顺，有时不顺？是我自己决定的，还是被什么力量安排好的？那就像魍魉问影子一样，
影子当然可以说我是依照这个人的动作来动作的，而那这个人是不是又要说，哦，我是因为各种环境因素，例如天气、地形、工作等，我才做出这个动作，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你这一辈子过得很糟，其原因可以追溯你的上一辈子，而上一辈子的原因又要追溯到上上辈子。这个方法不是说不对，只是可能永远得不到答案。问题可以一直问，答案也会一直有，但这并不是命运这题的解法。而且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本身就反映和承认你的不自由状态。于是影子回答，我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不是一种偷懒，也不是不承认有因果，而是一种接受。当你开始完全接受自己现在的处境，而不再追究下去，你就开始慢慢从原本设定的命运中解脱出来。当你越问命运，你就越会在命运中流转，那是一股惯性的力量，就像时时爱算命的人们，始终还是逃不出命运的轨迹。庄子齐物论篇以往的风格，犀利的手术刀直指问题的中心，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是接受这一切。于是命运这个命题就被轻松解构掉了。但就算你不再问谁在决定我，你还是会卡在下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到底是谁在经历这一切？这是更深的玄奥疑惑，所以让我们先看看这广为人知的梦蝶故事。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那蝴蝶飞舞的样子栩栩如生，自在而愉快，正合自己的心意，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不久之后醒来，却清清楚楚地成了庄周，但他已经分不清究竟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庄周与蝴蝶看起来必然有所区别，而这种转化就叫做物化。庄周梦蝶的故事，很多人解读为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现实都不一定是真的，我们都活在虚幻中等等。这样的解读没错，但仍然不够深入。庄子大大其实更像表达的是，你以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觉。这对于人们是一个爆炸性的说法，就是庄子最狠的地方，因为真正问的不是哪个是真的，而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有一个真的我。这里有3个层次，我们一一来说明。第一层，自我感其实是情境成立的。当庄周是蝴蝶时，他完全是蝴蝶，没有怀疑，没有那种我在做梦的感觉。这时那个我是谁是100%成立的，而且很肯定。接下来醒来后，他完全是庄周，同样真实，同样没有残缺。这里的重点来了，2个状态都是真实的存在感。第2层次，问题不在真假，而在立场的不同。庄子并没有说蝴蝶是假的，庄周才是真的，或者蝴蝶才是真的，庄周是假的。他只说，站在蝴蝶的位置，蝴蝶就是真的；站在庄周的位置，庄周就是真的。真假的感觉来自立场，不是来自本体。第3层次，物化。物化不是变形，也不是轮回。它的意思是，万物的身份是在关系与状态中成立的。你不是本质上是谁，你是此刻正在成为谁。这里大家可能很难一下理解体会，阿吴来解释一下，大家要好好听这个故事，这很重要哦。想象一下，今天你是一个无形的存有，你没有人格，没有形状，你眼前有好几台数不清的银幕都在播放各种好看的电影，有剧情片、恐怖片、爱情片等等。每部影片里也有好几种角色在互动，此刻的你选了某部电影里播放的某个时间点的某个角色，你只要专注看着这个角色，你就会成为这电影里的角色，深入情境，比 VR 还 VR。所以这电影角色里的前因后果的命运和他出的影片剧情当然有关系，但和真正的你没关系，你只是进入这个角色，把这个角色当成我，然后过完这一生或好几生。但真正的你还在银幕前看着好多银幕，
那个真正的你，无形的存有，也同时分了许多神到每个电影的每个角色里，因为你是多么想体验这无数角色与剧情的精彩，所以你在这电影里的每个角色其实都是你，不只是这部电影，还有无数场电影的无数角色都是你。这就是太一与无限个小灵魂的故事，也是第3季1的法则的主轴概念。回到庄子的庄周梦蝶，这样你就懂了这句：你不是本质上是谁，你是此刻正在成为谁了吧？你不是一个固定的角色，你是角色正在发生的地方，这才是庄子大大想说的。庄周梦蝶拆的是自我感，梦蝶这一则处理的不是梦与醒，而是我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庄子没有给答案，只丢出一个问题：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然后直接说此之谓物化，意思是我只是状态中的一个位置，不是永远固定的核心。自我这个问题被解构掉了。好了，这就是本篇齐物论的高峰了，刚好也是本季庄子篇的结束。庄周梦蝶的故事和刚刚阿武所说的太一和小灵魂的故事，大家一定要反复来体会，或许你会有所领悟并进入一种奇妙的状态哦。我们下一季1的法则篇再见，记得想阿武哦，拜拜。